好，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哈，那因为说有一个合照了哈，那说这个说是大陆的跟统战部官员很密切哈，所以呢，民进党就说哦，是搭桥让中共军台湾。他那个乔宴很多桌，一桌一桌哈，就是某一桌照个相啊，也被拿出来做文章哈。庄瑞雄就说呢，人在华府，心向北京，哇，民进党等的就这一刻，你知道吗？啊，最好有一个大陆人来哈。然后呢，这个国民党说不认识他。只是合照，郑丽文不认识他，合照一大堆的合照吗？哦，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峥就说，你看跟大陆统战官员参叙，所以呢，难怪美国媒体说郑丽文是北京的人啊。那郑丽文说呢，这个一中反台独加上民主认同，两岸可以和平，有别于一国两制啊，非一国两制的和平了。那另外呢，他昨天跟很重量级的这个亚洲协会的会叫 Russell 啊。Daniel Russell 是美国国务院前亚太助理国务卿，会谈和平了。那这个助理国务卿就说和平都很好了，但是恐怕你的想的和平跟大陆想的和平是不一样的。不过你这么乐观、积极进取，还是一件好事，祝福你。我们看一下。在侨胞的热烈欢呼声中进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行在纽约侨宴大谈一中与大陆行。在北京也公开的让大家看到了来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的表达，两岸是希望透过和平的交流对话，缔造两岸的和平稳定。与台侨一同高唱国歌，但侨宴上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名叫焦胜安，与中共统战部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坚定地拥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焦胜安现职纽约合统会会长，隶属中国和平统促会分支机构。该单位具有半官方色彩，会长通常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接任，是中共利用统战海外华人反独促统的代理机构，也被美国列为是外国使团，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郑丽文说要搭桥，他只搭了台湾的在野党党主席跟海外促统的中国代理人的一座桥。党中央回应焦胜安是台侨邀请，但不止纽约侨宴，在前一次的波士顿侨宴，做郑丽文右方的男子余国良，同样与中共统战线保持密切互动。郑丽文虽然人在华府那听起来他的言论跟他所想的是人在华府，心却在北京。余国良先生据了解是参加侨宴的台湾侨胞所邀请来的客人，的姓名以及服务单位也不在侨宴的名单上面。红色势力接连现身郑丽文侨宴场合，一场非典型侨宴让非蓝阵营议论纷纷。老沈，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就循着吴欣岱的这个方案讨论这一档事我们就上了他的当。你想，对不起，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好友高嘉瑜，因为吴欣岱在选立委的时候就紧抓着这个高嘉瑜不放结果都落选了。那现在他要选议员了，他也要选议员，就紧抓。但是吴欣岱没有什么题目好讲，而且他因为他是台湾激进党，台湾激进党就是最喜欢讲统独。老共戴红帽子，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对高嘉瑜是没关系，高嘉瑜不看在眼来了，高嘉瑜假白白，市民如告好，根本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但是吴欣岱是以为抓住这个高嘉瑜死缠烂打就有票，他是错了。而且这一次是抓住那个跟老共统战部有一点关系的人。在波士顿欢迎这个郑丽文的这个场面上同框就大做文章，这个我觉得也是小题大做。他们其实没有在一桌吃饭，没有。但是呢，这一桌就照相但是这个家伙是在波士顿的吴市长，波士顿的市长捐了30万美金。他是捐了30万美募款他不是他捐的，他为他募款的30万美金，所以当然后来就会得到重视，得到重用，这是难说。但是这个就郑丽文这一趟去美国之行的到底的成败得失我觉得不是关键，
不是关键。我觉得曾丽文其实应该要想的是，去欢迎你的人，在所有美国的华裔的侨吧里头，他有台侨啊，有就是以前的老侨啊，有新生代的比较亲近老共的共侨啊，这些侨民里头，在每个场面欢迎他的场面里头占的百分比，还有对台湾他回台以后他选举的百分比到底有多少？这个才是他必须要在意的地方。我昨天有一个小小的心得，也许不成熟，但是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蓝的这边绿的就不用讲了，蓝的这边见得了习近平的人，没有资格选总统，可以选总统的人，大概除非习近平想得开，也见不了习近平。为什么？因为想见习近平的人，他一路到习近平面前所讲的话，就 disqualify， 就把自己选台湾总统的资格就自动的取消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就是说，你的 One China Principle 的第二条、第3条，你完全接受，你才能见我。你见了我了以后，你怎么选总统呢？所以我要回应一下你跟黄伟汉，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在争说台独怎么定义，所以我把它修正为比较 precise， 比较精准。我说你认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国一中原则的第3项，你们2个都一样的滑头。你还记得你们2个怎么回答我吗？你们2个都回答我，滑头的回答你不记得了，你说吧。不是，你们2个都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啊。你也要加进来，好，那就3个滑头。那是你错啊，我们3个人对你错啊。不，好，你讲一下怎样？因为我当场就说你们滑头了，就不回应了，就是错了。你讲嘛，你什么？我这个人回去想了。好吧，想，因为你当时也不知道，回去才想出来。讲吧，我当然回去要想因为我一时语塞就只认为你们滑头，你当时态度很凶，这样，但是我一直觉得说你们是 somewhere something is wrong 但是错在哪里我想不出来。我回去想了，你们违背了什么？你们违背了习近平一中精神的第2项。没有你想，因为第2项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是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你那个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那台湾怎么会属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对我来讲，中华是存在啊。对啊，不，你第2项不存在。你现在台湾中华民国问我，你当然会说中华民国。这个没有用的。所以呢，你3项都接受了，你见了习近平那郑丽文讲得很好他说我如果不见习近平，我算什么？我无足轻重。对 ，You are right， 100%对。但是见了习近平以后，你基本上是自动的注销了你选台湾总统的资格。好，可以，我很快回应一下。但我们希望郑丽文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符合中华民国宪法。那至于这件事情，习近平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想法，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也不需要当他的发言人，我也不认为在座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习近平来发言，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跟他见面，我觉得这也不是重点。那我现在回到说，其实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中华民国主权的这个问题。我先到前一题里头，日本跟菲律宾划界这件事情我们说海巡署很辛苦，对，没错，海巡署很辛苦。可是海巡署呢，如果将帅无能，就会使得兵承受的压力会变得更大。如果不是因为日菲要划界，请问一下，中国大陆的海，如果不是我们肯定，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好，公务船也好，有理由来吗？第2个部分是日菲划界说跟第3国无关，但我请问一下，日本跟菲律宾划完了界，说这跟我们的权利义务有关，那请问一下，日本的公务船会不会来？菲律宾的公务船会不会来？他们来了之后要执法，请问一下，跟我们有关还是没有关？他划了界，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义务，那请问一下，他划了界来到你门口，请问一下，我们的海巡署要怎么办？所以你平白的为海巡署的弟兄们招来了这么多的问题，请问一下，不是将帅无能，累死3军吗？那至于这个乔燕这件事情好，这个大家都讲说这个真的是抓着这个尾巴，然后在这边不断的这个闹。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我
我就问一件事情：假设他真的跟中国大陆的统战部门有关系的话，来到了这个乔宴当中，大家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促大同。我请问各位，那是谁统战谁？那不是我们统战他们吗？那不是我们统战他们吗？因为在那边唱的是中华民国国歌。我最后讲一下，这里面呢，其实在波士顿的这个乔宴当中，他举了这个于国良为例啊。当然，这个是美国媒体在报道说啊，这个人跟这个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背景。我也很好奇，所以美国定罪了他们了吗？所以如果美国定罪了，不应该驱离他们吗？那他们还留在美国，还可以从事很多的活动，包括去帮台湾的女儿吴宓去选波士顿市长。各位，当初吴宓当选的时候，大家称她是台裔之光啊，爸爸妈妈都是台湾人。然后他在访问的时候也很开心的说，台湾背景对他帮助很大。今天有一个帮他募款30万美元的人，然后在那一个乔宴上面，然后出现，然后说这个是老共的统战，可是他们在唱的是中华民国国歌。薛校长看。好，新竹有个便当店，今天凌晨爆炸，2死2伤，好惨！就旁边真倒霉，就旁边压下来把他压死了。哦，连炸4秒哦，不要看4秒很短，但是那个声音很可怕，火光很大的，整条街你看像战场一样，战场都没有这样子啊，气爆哦，你看这气爆多可怕哦，整条街都被炸烂哦，然后呢，主要是瓦斯，怀疑是瓦斯外泄产生气爆了哦。所以现在造成10户18个人无家可归，当然还好了，这18个人，所以一定会安置了，好，而且说要高虹安说帮他代偿、帮他修缮啊等等啊。那蔡英文也来说为新竹祈福啊，赖清德也来说要全力协助重建啊。然后呢，蒋万安也打电话给高虹安说台北市要全力支援，如果你需要我干嘛哦，我们这县市之间的互助其实不错的哦，做得蛮好的。那另外呢？就旁边的夫妻被压死了，这是一个便当店，所以呢，新竹地检署也出手来侦办，被墙壁压死了，啊，墙啊倒下来了啊。那他说，因为他并没有第一个没有到列管的程度，什么叫列管程度呢？哦，所以要100便当面积只有100平方公尺，只有33平左右，所以呢，使用液化气的量是76公斤。80公斤才要列管，其实差4公斤就不到那个程度，说不列管哦，这很奇怪。哎呀，这还嘛，就是反正就是，当列管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也不一定啦。但列管至少可能定期要检查啦等等这些哦。所以呢，到底球场哦要怎么球场哦，他也没保险，也没有强制他保险，他也搞不好也没保啊哦，可能既没有所谓的产品这个 product liability， 也没有公共安全的这个 public liability， 厂商应该保这2个险呢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哦，现在大家还比较去保那个产品保险，还说吃坏了什么多少1000万呢，多少钱的赔偿，但是那个公共的保险哦，在你这个地方发生问题，因为比如像美国采一个马铃薯滑倒了，球场150万美金哦，今天的新闻，像这种事情哦都要保的了，不保的话出了事谁负责呢？我们看一下。清晨4点左右，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突然间传出巨响。漆黑夜空中炸出红色的爆炸火光，附近车辆也因此警报声大响，不少的物品受到爆炸的威力，全被喷飞到车道上。没几秒后，右侧的店家开始冒出浓浓的黑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时还在下着雨，监视器拍下好几大爆炸造成的火光。这是发生在新竹市东区高翠路的气爆意外，爆炸点是在1楼的小南便当店，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砖红色外观的民宅窗户被炸毁，2楼也一片狼藉，看不出原本模样。爆炸威力真的太大，1墙之隔的面包店瞬间被震毁。老板夫妻2人住在2楼，睡梦中被墙壁压住受困，救出时已经没了生命迹象。他们在这边做几年了？40、50年了。姐姐跟姐夫啊，2楼的后面。我以为是打雷，咚一下，楼梯窗全部倒嘛，很大声。你看我们家这些，上面楼梯窗全部倒。
这些都坏掉。你看看板这些，今天都没办法做生意了。我现在还发抖嘞，有多可怕呢？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看到事发后的街道一片狼藉，房屋外墙破裂之外，还有家具、铁架喷飞散落在大马路上，大批的警消人员获报赶往现场，但受损的不只是店家，附近的住户也传来灾情。便当店发生气爆，可以看到这爆炸的威力非常的猛烈，整个现场是乱成一团，连同旁边的墙面也都炸破一个洞，铁卷门被炸得扭曲变形之外，旁边机车也翻倒，更严重的是有一辆车原本停在这边，是直接横越到对向车道。气爆威力夺命，详细的原因还有待厘清，只是在睡梦中突然发生爆炸，也让居民饱受惊吓。麦玲。刚刚看到这个气爆的画面，其实真的很可怕哦。那个一瞬间，非常惨不忍睹，满目疮痍哦。不过我看这次这个气爆的事件，当然了哦，就说不幸造成了2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还有18个人无家可归等等哦。那但是我看到高虹安市长其实处理的还算非常的明快哈，他把他整个这个新竹县政府整个都动起来了，不管是社会局的这个紧急的急难救助啦，或者是这个建筑物的去检视啦、修缮啦。现场的恢复啦，等等，我觉得他是整个都动起来，所以整个看起来，我觉得虹安市长处理的还不错哈。那当然，我觉得蒋万安市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人，而且蛮积极的，马上就说你需要什么样人力啦、物力啦、物资啦，我们赶快就来进驻哦。我觉得这一种就是跨县市的支持哦，然后不分党派的支持，其实就是台湾大家就是一家人，哪里有难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帮忙。就像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地震啊、大型的这个天然灾害等等，大家都会互相支持，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的地方哦。那但是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个爆炸其实当然防不胜防，尤其是这种桶装瓦斯哦。可是我觉得借由这次这个事件，其实真的要去想一想，在法规上面我们到底有什么漏洞？包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桶装瓦斯的使用量没有达到列管标准哦。那这个列管标准到底是，因为我没有去查，到底是多久之前定的？那时候定的法规到现在其实还符不符合？比如说在早期，也许用了一个桶装瓦斯。其实恐怕就是平房的结构啊，这个房子跟房屋之间可能会不会还在很远啦，等等。那到现在可能都有一些大楼的1楼啊，那个灾害其实可能会更严重。我觉得这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可能现在都到了应该要去讨论的地方。因为刚刚讲到未达这个列管标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强制这家小吃店或者餐饮店哦去投保这个公共意外责任险哦。所以你看，其实爆炸的这一户人家哦，你看隔壁这个卖面包店，其实他们2个这个老夫妻就过世了哦，所以在家里就飞来横祸，所以有时候这种爆炸就是左右邻居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旦没有这种公共责任险的时候，意外险的时候，其实这种赔偿到时候求偿无门，可以说是在这个灾害上面雪上加霜了。所以我想，应该我们行政院其实其实各部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是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在桶装瓦斯上面，不管是在保险啦，或是列管啦、管理啦等等哦，是不是应该有更精进的作为？好，我们看它的标准哦，这个。76公斤，现在的这个接的量，液化石油气，80公斤以上才要列管。那公共危险保险要300平方公尺以上的小型餐饮所才要强制保公共意外责任险。那就100平方公尺，就是100平了，300差不多100平了，有1平的3.3平方公尺了。它只要33平，不到100平，所以就不比，所以都没有。来，伟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就是点出我们现在目前的问题。观众朋友，你要仔细看哦，因为这事情才刚发生，后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出来。我们都看到都是桶装瓦斯，有4桶。那如果照讲有4桶，1桶是20公斤，是不是刚好满80？那为什么这个事有没有达到它要列管的标准？因为80公斤以上要列管，80公斤以下不用列管，这是其一。其二，其实消防人员初步看，因为我们有到现场了啊，我看到新闻报道。它也有天然瓦斯管啊，所以它又有天然瓦斯管，又有瓦斯桶。他现在讲的80公斤是天然瓦斯串接量，对不对？就是那所以就是它一半这边是桶，一半又天然瓦斯，那就2边都没达标，就不用列管了。那这个要怎么办？好，所以各地方的县市政府也要去稽查。第二，老板是没有住这里，老板今天这个中午以后有回到现场，有访问他，因为员工住3楼，那现在发生不幸的是，便当店发生的气爆。而便当店隔壁是面包店，面包店的夫妻被倒下来的这些瓦砾跟墙给压了，不幸往生了。对，所以是隔壁的。那隔壁完全他没有引发这件事情，他们等于是无妄之灾。第二个，因为专家也会觉得啦，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反复看这个画面哈，这不太像是一个瓦斯桶漏气出来，或者是就是几个瓦斯桶，它可能是管本身有问题。那有没有装瓦斯的这个防漏警报器呢？老板说有。
可是这次完全没有做动嘛。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现场的这些警示，可是附近的民众有闻到瓦斯味，所以在发生爆炸前5分钟的时候已经打电话去报警了，可是来不及了，根本还没有人到就炸开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台湾这个新闻为什么会让大家非常的这个关注？哈，跨料公安公安呢，好心惊胆跳。你家隔壁没有便当店吗？到处都有啊，这些使用瓦斯桶跟瓦斯管线的，那要怎么样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我相信没有人希望这个事情发生，除非是后续查出来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是超过我们一般理解的，要不然如果是正常使用，但是出现了疏失的环节，瓦斯桶漏了，或是瓦斯管漏了，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提早发现？那发生这个状况，造成隔壁的这个夫妻面包店夫妻不幸被这个强压死。那附近的民众现在目前今天第一天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要去哪里安居哈？赶快去安置他们。整个街炸成那样，当时漏出来的瓦斯量应该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多。老师你要补充？我觉得这件事啊是被忽略的小事，但是其实是大事。因为以前好像是高雄吧，也是气爆，整条街都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啊。那你现在，你看我们台湾大街小巷、小吃店很多都用桶装瓦斯啊。我早上喝豆浆的就是啊。那你说80公斤才列管，第一我们要问列管有好处吗？有用吗？但是就算没有用，也要把列管的这个标准再往下降。再往下降，把这些都进来管。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说没有保险。我觉得事情发生以后，保险去这些受灾的人呢，我觉得已经是次要的事情。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这种事情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发生太严重了。你想想，如果我早上去喝豆浆发生气爆，我死了。你想这个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就是忧国未捷身先死，常喝豆浆泪满襟，对不对？这蛮足可怜呢，对不对？不要讲到大家很害怕豆浆店啊。不是，豆浆店只是一个小吃店的一种，这是用桶装的，每一家都用桶装的，很多了，随时都不止豆浆店，来分析。所有都是啊。这种分2部分啊，一个部分是管制的标准啦，哈，就是要列管的标准；另外一个部分是公共责任保险啦。我觉得公共责任保险如何的让它更普及，这个部分我是赞成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反而是相对容易的哈。那么，因为其实公共责任保险并不贵，那理论上来讲是负担得起。但是至于要降低标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更加的灵活的一个方法。因为降低标准列管了之后是谁的责任？就是消防员要去稽查。消防员有没有这么多的人跟力？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先考虑清楚的话，我们可能会现在发生事情，就说降低标准到你看100平方公尺，那就是33平以内都要去管的话，那我不是说不应该管，我们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说强制装瓦斯侦测器，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技术其实是已经都相当的进步了。那这一些当然，消防单位其实他们有一些检测通过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些瓦斯侦测器，然后强制的关瓦斯，类似像这样，它可能就比一般的瓦斯侦测器、警报器都还要来的贵一些。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要确保，即便人不在的时候，它也会强制的关掉。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取代，就是要全面性的列管。因为我不是说列管不好，列管当然好啊，但是我们真的要考虑到，就是消防人员的人力负担得起，负担不起。接下来再回来。